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第29章。星期五早上，汤姆听到的第一件事是好消息，法官的家人昨晚回家了。印第安人桥和宝藏现在不重要了。贝基是汤姆最关心的人，他看见了他。他们玩游戏，和同学们一起玩得很开心。这一天过得很开心。贝基让他的妈妈同意明天去野餐。这件事很久以前就说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做。现在他的妈妈同意了，贝基很高兴，汤姆也很高兴。下午，他们发出了邀请。很快，孩子们都开始准备明天的野餐。汤姆太高兴了，很晚才睡觉。他想听到哈克的喵声，明天给贝基和其他人看他的宝藏。但是他很失望，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终于到了早上10点多的时候，很多人在法官的家里集合，大家都准备好了。大人一般不参加这些活动，孩子们由一个18岁的年轻女士和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士照顾，他们觉得这样很安全。他们租了一条旧船过河，很快，快乐的人们带着食物走满了街道。西德生病了，没有来，玛丽在家里照顾他。撒切尔太太对贝基说：“不要太晚回来，你最好在码头附近的女孩家睡觉。”那我住在苏西哈珀家，妈妈。好的，你要小心听话，不要惹麻烦。出发后，汤姆对贝基说：“听我说，我要告诉你，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去乔哈珀家。我们去山上，去道格拉斯寡妇家，她几乎每天都吃冰淇淋，很多。她会很高兴我们去的，那会很有趣。”贝基想了一下，说：“但是妈妈会说什么？她怎么会知道？”贝基想了一会儿，犹豫地说：“我觉得不太好。但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你妈妈不会知道的，这样有什么不好？他只是想让你安全，如果他想到了，他会让你去的，肯定会的。”寡妇很热情，汤姆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贝基同意了。他决定不告诉任何人晚上的计划。汤姆突然想到，也许哈克今晚会来发出信号。他想到这里，就不太想去寡妇家了，但是他还是想去寡妇家玩。他想，为什么要放弃呢？如果今晚没有信号，明天晚上可能就会有信号了。眼前的快乐比不确定的宝藏更有意思。他决定听自己的，不再想钱的事。船在镇下游3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跳到岸上。很快，森林里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叫声和笑声。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累了，然后慢慢地回到集合的地方。饿了，开始吃东西。吃完饭后，大家在大树下聊天休息。最后，有人喊道：“谁想去山洞？”大家都想去。他们找到了蜡烛，然后大家开始上山。山洞的入口在山坡上，是一个 A 字形的口，门是开着的，里面很冷，像冰箱一样，墙壁是湿的。在黑暗中看到外面阳光明媚的山谷，感觉很特别。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大家又开始吵闹起来。当有人点燃蜡烛时，大家都会冲过去，直到蜡烛掉在地上或被吹灭。然后大家哈哈大笑，重新开始。但是最后，大家开始沿着主要通道上山，烛光照亮了高大的岩壁。这个主要通道只有3-4米宽，每隔几步，两边都有裂缝。麦克道格山洞像一个巨大的迷宫，通道互相分开，又互相连接，但是什么也找不到。据说人们可以在这个复杂的裂缝中走几天几夜，也找不到山洞的出口，而且到处都是一样的，一个迷宫在另一个迷宫下面，而且没有尽头。没有人知道山洞的全貌，这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孩子只知道一部分，而且不敢走得太远。汤姆·索亚知道的和别人一样多。大家沿着主通道
走了很远，然后一些人开始进入侧面的洞穴，在黑暗的通道里跑来跑去，互相吓唬。一些人可以躲避其他人的追捕很长时间，而不会离开他们熟悉的地方。渐渐地，大家都回到了山洞的入口，气喘吁吁，笑得很累，浑身都是蜡油，身上很脏，但是他们很高兴。大家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天已经黑了。半小时前，船上的铃声就在叫他们了。但是，这一天的冒险经历对他们来说也很特别，所以他们很满意。当船载着快乐的人们离开时，除了船长，没有人关心时间。当船的灯光在码头闪烁时，哈克正在等待。他没有听到船上的声音，因为年轻人都很安静，就像累死了一样。他想知道那是什么船，为什么没有停在码头上，然后他就忘记了这件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夜晚变得多云和黑暗。10点钟到了，车的声音停止了，零星的灯光开始在黑暗中闪烁。很晚回家的人消失了，镇上的人们都睡着了，只留下小小的守夜人在寂静中。11点钟到了，酒吧的灯光熄灭了，黑暗笼罩了一切。哈克等了很长时间，他觉得时间很长，很无聊，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开始怀疑，有用吗？真的有用吗？要不要放弃，去睡觉呢？他听到一个声音，他立刻集中了注意力。小巷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他跳到仓库的角落里。过了一会儿，2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好像抱着什么东西，一定是那个箱子。所以，他们要带走宝藏。为什么要叫汤姆呢？那太傻了。这2个人会带着箱子消失，再也见不到了。不，他要跟着他们。他相信黑暗不会让他被发现。哈克这样想着，从藏身之处跳了出来，悄悄地跟着他们，光着脚，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就不会失去他们。他们沿着河边的街道走了一段路，然后向左拐进一条横向的街道。他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直到走到通往卡迪夫山的路，然后沿着这条路走。他们经过了威尔士人的老房子，在半山腰，然后继续上山。很好，哈克想，他们要把宝藏埋在废弃的采石场里。他们一直走到山顶，他们穿过小路，然后消失在阴影中。哈克加快了速度，缩短了距离，因为他们现在看不到他了。他跑了一会儿，然后放慢了脚步，害怕自己离得太近。他走了一段路，然后停了下来。他听着，什么也听不到，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只猫头鹰的叫声从山的那边传来，但是没有脚步声。天哪，一切都结束了吗？他正要跑起来，突然听到2步之外传来一声咳嗽。他很害怕，但他又忍住了。他站在那里，颤抖着，以为自己要倒在地上。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他知道自己离寡妇家的小门只有几步远。很好，他想，就埋在这里，不难找到。一个声音打断了他，声音很小，是印第安人乔的声音。该死的女人，也许有人来拜访他。这么晚了还有灯光，我没看见。第2个声音是那个陌生人的，是鬼屋里的那个陌生人。哈克觉得很冷，这就是复仇计划。他第一个想法是逃跑，然后他想起寡妇曾经多次帮助过他，也许这些人会杀了他，如果他敢去告诉他，但他知道自己不敢，他们可能会来抓住他。所有这些想法都在陌生人说话和印第安人乔回答的那一刻闪过他的脑海。因为你面前有树，过来这边你就会看见了。看见了吗？是的，好像有人和他在一起。最好还是算了，算了。而且正当我要永远离开这里的时候，算了，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再说一遍，
我不关心她的钱，你可以拿走，但是她的丈夫对我不好，他多次对我不好，尤其是他是判我罪的法官。这还不是全部，这甚至不是很少的一部分。他让我挨鞭子，像黑人一样在监狱前挨鞭子，全镇的人都看着。挨鞭子，你明白吗？他死了，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我要在他身上报仇。不，别杀他，别那样做。杀人？谁说要杀人？如果他在我手里，我会杀了他，但不是他。如果你想报复一个女人，你不会杀了她，你会毁掉她的脸，你只要割掉她的鼻子，割掉她的耳朵。天哪，那太……管好你的嘴，这对你来说最安全。我打算把她绑在床上。如果她流血过多而死，那不是我的错，我不会为她哭泣的。我的朋友，你必须帮助我做这件事，这是我的事，你就是为此而来的。也许我自己做不到。如果你退缩，我就杀了你，你明白吗？如果我必须杀了你，我也会杀了他。我想那样就没有人会知道是谁干的了。好吧，如果一定要做，那就做吧，越快越好。我浑身发抖。现在做，而且有人在那里，小心点，我会怀疑你的，知道吗？不，我们要等到灯光熄灭。不着急。哈克明白，接下来会是很可怕的沉默，所以他屏住呼吸，向后退了一步，先小心地站稳一只脚，然后在另一只脚上勉强保持平衡，差点倒下。他以同样的细致和危险退后一步，然后又一步，然后一根树枝在他脚下折断了。他停止了呼吸，听着，什么也听不到，一片寂静。他对命运的感激之情是无限的。然后他沿着墙壁退了回去，他像船一样小心地转过身，走得更快了，但仍然很小心。直到他到达采石场，他才感到安全。在那里，他加快了脚步，跑了起来。他飞奔下山，来到威尔士人的家里。他敲打着门，很快，老人和他的2个儿子出现在不同的窗户里。是什么声音？是谁在敲门？你想要什么？快开门！我会告诉你们一切的。你是谁？我是哈克·贝利费恩。快点，开门！哈克·贝利费恩，这个名字不能打开很多门，但是，孩子们，给他开门，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天啊，别说是我说的。他走进门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别说是我说的。天啊，他们会杀了我的，肯定会的。但是寡妇有时对我很好，我想说出来。如果你们答应永远不说是我说的，我就说。我敢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否则他不会这样。说吧，孩子，这里没有人会说的。3分钟后，老人和他的2个儿子拿着武器走进了小路。哈克和他们一起来到那里，然后躲在一块岩石后面，开始听。一片寂静，然后突然一声枪响和一个尖叫声。哈克没有等待知道细节，他跳了起来，像兔子一样跑下山。